90%的修行人都不知道的修行陷阱。这个陷阱不是地狱，不是恶鬼，也不是畜生道，恰恰相反，它是三界之中最完美、最安宁、最接近我们想象中涅槃的地方。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用了一生的时间苦修，终于摆脱了肉体的所有束缚，你不再需要吃饭，不再需要睡觉，不再需要呼吸，你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衰老，再也不会死亡。你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爱恨情仇，没有任何痛苦和烦恼，你的整个存在就只剩下了一片纯净、透明、无边无际的意识。而且这种状态能够持续整整8万大劫。8万大劫是什么概念啊？一个大劫就是一个世界从形成到注释到坏灭再到空无的整个过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从诞生到现在也才不过半个大劫而已，8万大劫就是16万个地球从生到死的时间，这已经不是长寿了，这几乎就是我们凡人能够想象的永恒了。多少修行者穷其一生，甚至多生多世，追求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吗？摆脱这个臭皮囊，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获得永恒的安宁。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让你脊背发凉的真相，这个所有修行者都梦寐以求的终极境界，恰恰是佛陀亲口点名警告的整个三界最危险的修行陷阱。佛陀把它和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哑视智变聪、佛前佛后、北俱泸州一起并称为8难。什么叫难啊？就是难以见到佛，难以听到法，难以修行，难以解脱的地方。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这个没有痛苦，只有纯净意识，寿命长达8万大劫的地方竟然也是难呢？而且佛陀还说，这是所有8难之中最隐蔽、最容易让人上当，也最难以逃脱的一个。今天我就把这个隐藏了2000多年的终极秘密讲给大家听。这个所谓的完美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佛陀说它是一场灵魂的慢性自杀？为什么无数的大修行人最后都栽在了这个地方？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不是正在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神识停尸房？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请各位同修在评论区打出愿我远离陷阱，早证菩提这几个字。一方面是为自己种下一个远离邪见、早证菩提的善因，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善念能够传播出去，帮助更多的修行者不要误入歧途。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佛教把整个众生的世界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合称为3界。欲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这里的众生都有各种各样强烈的欲望驱使着我们造业，然后在6道中轮回色界。在欲界的上面，这里的众生已经没有了欲界的粗重欲望，但是他们还有身体，还有物质的形态。色界的天人身体非常清净庄严，寿命也非常长，能够活几千大劫。他们每天都在禅定的喜乐之中，非常快乐。而无色界呢，就在色界的最上面，是整个3界的最顶端，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这里的众生已经连物质的身体都没有了，他们只有纯粹的意识存在。这里也被称为4空天。无色界一共有4层，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安宁，一层比一层接近那个永恒的幻觉。我们一层一层的来讲。第一层叫做空无边处天，这里的众生寿命是2万大劫。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修行的时候非常厌恶自己的这个身体，他们觉得这个身体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他们就拼命地观想空。
观想自己的身体是空的，观想外面的世界是空的，观想一切都是空的。慢慢的，他们就真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消失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一无所有的虚空。他们的意识就安住在这片虚空之中，非常平静，非常安宁。很多修行者到了这个境界啊，就会非常高兴。他们觉得，我终于证得空性了，我终于解脱了。你看，我现在没有身体了，没有痛苦了，这不就是涅槃吗？但是啊，这根本就不是空性，这只是空无边处定的境界而已。你只是把你的心安住在了空这个概念上，你执着于空，认为空就是一切，这哪是空性？这明明是执着。而且啊，你以为你摆脱了身体，其实你只是摆脱了粗重的色身而已。你还有一个非常微细的意识身，你以为你没有痛苦了，其实你只是暂时把痛苦压制住了而已。痛苦的种子还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一点儿都没有少。好，我们再往上走，第二层叫做识无边处天。这里的众生寿命是4万大劫。有些修行者啊，证得了空无边处定之后，慢慢就会发现这个空好像也不对，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是谁在知道这个空呢？哦，原来还有一个能知的意识存在。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对空的执着，转而开始观想这个识。他们观想自己的意识是无边无际的，能够遍知一切。慢慢的，他们就真的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扩展到了整个宇宙，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到了这个境界啊，修行者就更容易误以为自己解脱了。他们会说，原来这个能知能觉的意识就是我的真心啊，原来万法唯识，一切都是我的意识变现出来的。我现在找到了这个真心，我就是佛了。但是啊，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能知能觉的意识根本就不是真心，这只是你的第6意识，或者说是第7末那时的微细作用而已。它依然是生灭的，依然是无常的，依然是我执的最微细形态。你执着于这个识，认为它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这依然是巨大的执着。再往上走，第3层叫做无所有处天。这里的众生寿命是6万大劫。有些更聪明的修行者啊，证得了识无边处定之后，又会发现这个识好像也不对，因为这个识也是生灭的，也是无常的。有生有灭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永恒的涅槃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个识也给舍弃了。他们观想一切都无所有，没有我，没有世界，没有空，也没有识，什么都没有。慢慢的，他们就真的进入了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没有念头，没有感受，没有知觉，什么都没有。到了这个境界啊，几乎所有的修行者都会认为自己证得涅槃了。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我，没有烦恼，没有痛苦，这不就是佛经里说的涅槃寂静吗？实际上，这也不是涅槃，这只是无所有处定的境界而已。你只是把你的心安住在了无所有这个概念上，你执着于无所有，认为什么都没有就是解脱，这就是最严重的断灭见啊！佛陀说啊，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空如芥子许。执着于有，你还有救；但是执着于空，那就真的没救了。因为你会认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就会肆无忌惮的造业，最后堕入无间地狱。现在我们来讲整个3界的最顶端，第4层叫做非想非非想处天。这里的众生寿命是8万大劫，这是人类依靠禅定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没有任何一个凡夫能够超越这个境界。那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它非常非常的微细，
微细到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所谓非想非非想，就是说它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你说它有想吧，它已经没有了任何粗重的念头，没有了任何分别心。你说它无想吧，它又不是完全的无知无觉，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微细的了知性存在。就像什么呢？就像冬天结冰的河里的鱼，它看起来好像死了，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知觉，但是它其实还活着，只是它的生命活动已经微细到了几乎无法察觉的地步。非想非非想处的天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安住在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之中，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快乐，没有任何念头，没有任何活动。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静止的，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安住8万大劫。各位同修啊，你想想看，这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完美的境界？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变化，没有死亡，几乎就是永恒了。所以在佛陀出现之前，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修行者都认为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只要你修到了这个境界，你就永远解脱了，再也不会回到轮回中了。甚至连佛陀自己在成道之前也曾经亲自证得了这个境界。我跟大家讲一个佛陀当年的故事啊。佛陀当年29岁的时候，放弃了王子的生活，出家修行。他想要找到一条能够彻底解脱生死的道路。他首先拜访了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一位禅定大师，叫做阿罗罗迦罗摩。阿罗罗迦罗摩告诉佛陀，他已经证得了无所有处定，这就是最高的解脱境界。佛陀非常聪明，他跟着阿罗罗迦罗摩学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得了无所有处定。阿罗罗迦罗摩对佛陀赞叹不已，但是佛陀却发现这个境界并不是真正的解脱，他只是暂时压制了烦恼，并没有从根本上断除烦恼。当他出定之后，依然会有贪嗔痴，依然会轮回。后来佛陀就离开了阿罗罗迦罗摩，又拜访了当时另一位更著名的大师，叫做优陀罗罗摩子。优陀罗罗摩子告诉佛陀，他的老师罗摩曾经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才是真正的最高的解脱境界。佛陀又跟着优陀罗罗摩子学习，同样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佛陀就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是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整个三界没有任何一个凡夫能够比佛陀走得更远了。优陀罗罗摩子非常高兴，他对佛陀说，你已经证得了最高的解脱，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一起领导这个僧团，把这个解脱的法门传播给更多的人。但是佛陀拒绝了，因为他再一次发现这个境界依然不是真正的解脱，它依然只是暂时压制了烦恼。各位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当时全世界所有的修行者都认为这就是解脱，但是佛陀在亲自证得了这个最高境界之后，却摇了摇头，说不对，这不是解脱。然后他就离开了优陀罗罗摩子，独自一人来到了菩提树下。经过了7天7夜的修行，证得了无上菩提，他终于找到了那条真正能够解脱生死的道路。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同修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四禅八定这个所有修行者都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不是真正的解脱呢？禅定和涅槃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问题是整个佛教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你搞不懂这个问题，那你修行一辈子，最后很可能也只是修到了无色界天，然后在8万大劫之后依然要堕落轮回。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的答案，很多人一生都没能发现。禅定是什么？禅定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就是你靠努力、靠修行、靠造作能够得到的东西。只要是你能够造作出来的东西，它就一定是生灭的，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会消失的。你靠打坐修得了禅定，那当你的定力消耗完了的时候，这个禅定的境界自然就会消失。这就像你靠努力工作赚了很多钱，那当你把钱花完了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变成穷人。而涅槃是什么？涅槃是无为法。什么叫无为法？就是它本来就存在，不是你靠修行能够造作出来的。你不需要去创造它，你只需要去发现它。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永远都在那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禅定只是暂时压制了你的烦恼，就像你用一块大石头把草压在了下面，草看起来好像消失了，但是它的根还在土里。只要你把石头拿走，草立刻就会长出来。而涅槃是从根本上拔掉了烦恼的根，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有烦恼，再也不会造业，再也不会轮回。禅定中的人还有我的执着，虽然这个我已经非常非常微细了，但是它依然存在。在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了知性就是最微细的我执。而涅槃中的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我的执着，他们证得了无我的真理。他们知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我在轮回，也从来没有一个我需要解脱。禅定中的人还有时间的概念，他们有寿命，有开始，有结束。8万大劫虽然很长，但是总有结束的一天。而涅槃中的人已经超越了时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永恒的当下。这就是禅定和涅槃最根本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佛陀说无色界比地狱还要可怕呢？为什么他要警告所有的弟子，宁可堕入地狱，也不要误入无色界呢？这是因为无色界有4重恐怖，每一重都足以让你万劫不复。第一重恐怖是，在这里你的生命会停止成长。无色界的众生长期安住于深定之中，没有任何活动，他们不会造新的善业，也不会造新的恶业，他们只是在被动地消耗过去积累的福报。就像一个植物人，虽然活着，但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意义。我经常把无色界比作福报冷冻仓，你被冷冻了8万大劫，在这8万大劫里，时间对你来说是静止的，你不会有任何进步，也不会有任何成长。当你从冷冻仓里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一点都没有变。而在这8万大劫里，可能已经有无数的众生成佛了，无数的众生解脱了，只有你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已经倒退了。第2重恐怖是，在这里你永远无法修行。修行需要3个条件：闻、思、修。首先是闻法，你需要听到佛陀的教法，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修行道路。但无色界的众生没有色身，没有耳根，所以他们无法听到佛说法。其次是思维，你需要对听到的佛法进行思考和理解，才能升起智慧。但无色界的众生只有最微细的意识，没有粗的分别意识，所以他们无法思维佛法。最后是修行，你需要通过观照来断除烦恼，但无色界的众生的心被定境牢牢束缚，无法升起智慧观照，所以一旦你投生到了无色界，就等于进入了一个佛法的盲区。在那里你听不到佛法，看不到佛像，遇不到善知识，你只能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等待你的天寿穷尽，然后继续轮回。当然也有一个唯一的例外，
那就是不回心的顿阿罗汉。有些阿罗汉在证得出果之后，因为根气比较钝，无法在欲界或色界证得涅槃，他们会投生到无色界，在那里继续修行，最后证得涅槃。但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对于绝大多数的凡夫众生来说，投生到无色界就等于彻底失去了修行的机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很多人说菩萨可以以愿力投生到无色界去度化那里的众生，这是不准确的。根据瑜伽师地论的明确记载，若诸菩萨以得自在，决定不于无色界生，由观于彼，不能现起利众生事。登地菩萨虽然有能力去无色界，但他们绝对不会主动去，因为那里的众生无法听法，无法度化。菩萨去了那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白白浪费时间。所以真正的菩萨永远不会投生到无色界。第三重恐怖是，在这里你会产生最坚固的邪见。当你在无色界住了几万大劫，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生灭的迹象，你会100%地认为自己已经证得了涅槃，已经永远脱离了轮回。这种信念会变得无比坚固，任何人都无法动摇。当8万大劫过去，你的天寿穷尽的时候，你会突然从定中惊醒，你会发现自己的意识又开始活动了，又开始有了烦恼，又开始要面对轮回了。这个时候你会产生强烈的怨恨和怀疑，你会想，我已经修到了最高的境界，竟然还要轮回，这说明所谓的因果报应、涅槃解脱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这种波无因果的邪见是所有邪见中最严重的一种，它会直接摧毁你过去积累的所有善根，让你造下无量的恶业。还有人说无色界的天人天寿穷尽之后会直接堕入地狱，其实不是这样的。正确的堕落过程是这样的：无色界天寿穷尽之后，他们会先投生到色界或者欲界，因为他们过去升起了波无因果的邪见，所以他们在这一世会继续造作恶业。他们会认为反正没有因果报应，做什么都没关系，于是他们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无恶不作。等到这一世的寿命结束之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些恶业直接堕入无间地狱，受苦无量劫。所以真正让他们堕入地狱的不是无色界本身，而是他们在无色界升起的邪见。第4重恐怖，也是最可怕的一重恐怖是，你不知道自己在陷阱里，地狱的众生知道自己在受苦，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出离。欲界的众生知道自己有烦恼，所以他们会想办法修行。色界的众生知道自己还有身体的束缚，所以他们会想办法继续提升。但无色界的众生不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解脱了，已经成佛了，他们永远不会想办法出离，永远不会想办法继续修行，直到福报耗尽，然后堕落。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无色界的众生比地狱众生还要可怜。地狱众生虽然受苦，但他们还有出离的希望，而无色界的众生连自己在受苦都不知道，连出离的念头都不会升起。他们就像活死人一样，在那个看似完美的世界里，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这就是灵魂停尸房这个比喻的真正含义。很多修行人之所以会误入无色界陷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分不清无色界定境和涅槃的区别，这是所有修行者最容易混淆的地方，也是无色界陷阱最隐蔽的地方。很多人修了一辈子，最后把定境当成了涅槃，白白浪费了无数劫的时间。讲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无色界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是普通的凡夫，连初禅都修不到，怎么可能修到无色界呢？你跟我们讲这些有什么用啊？其实不然。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时代
90%以上的修行者都在不知不觉地修无色界定，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今天我就给大家指出当代修行界最流行的3个误区，如果你有其中任何一个，就要小心了。第一个误区是追求无念。很多人认为修行就是要把念头全部灭掉，他们打坐的时候用尽各种方法来压制念头，只要有一个念头升起，就会非常自责，认为自己修行不够。他们认为没有念头就是开悟，就是涅槃，这是最大的误解。没有念头正是无所有处天的境界。南怀瑾大师曾经警告过我们，如果无念就是道，那么石头和木头早就成佛了。真正的修行不是没有念头，而是不随念转。念头来了，你知道它来了，它走了，你知道它走了，你不跟着它跑，不被它束缚，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第二个误区是追求空。很多人把佛教的空理解为什么都没有，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断灭见，正是无所有处天的境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邪见。真正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缘起性空。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说它是空的，但它又不是不存在的，它有它的作用和功能，所以说它又是不空的。真正的空性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第3个误区是追求摆脱肉体。很多人讨厌自己的身体，认为肉体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摆脱肉体，获得自由。这正是无色界的核心执着。佛陀告诉我们，人身难得，如盲龟之浮木。在3界中，只有人身是最适合修行的。欲界的众生太苦，没有心思修行；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太乐，也没有心思修行。只有人类苦乐参半，才有出离心，才有机会修行。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体，利用它来修行，而不是想要摆脱它。那么我们如何识别自己是否误入了无色界陷阱呢？如果你有以下这些表现，就要提高警惕了。打坐的时候，你总是追求身体消失的感觉，你认为没有念头就是最高境界，你对世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只想躲在定中，你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不需要再学习佛法了。你看不起念佛、持咒、行善等有为法，认为他们都是低级的修行方法。如果你有这些表现，说明你已经走偏了，你正在走向无色界的陷阱。正确的修行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不要追求定境，要追求智慧。定境只是修行的副产品，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升起智慧，断除烦恼。不要逃避痛苦，要面对痛苦。痛苦是最好的老师，它能让我们升起出离心，让我们更快地成长。不要脱离世间，要在世间修行。真正的修行不是躲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在红尘中历练，在烦恼中修菩提，在痛苦中得解脱。要有正见，要深入学习经论，不要自己盲修瞎练。修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我们一定要跟随善知识，学习正确的佛法，建立正确的知见。无色界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用近乎永恒的寿命和没有痛苦的境界，诱惑着所有的修行者。无数的修行人前仆后继地跳进去，以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漫长的休息站，一个福报的冷冻仓。佛陀之所以反复警告我们，正是因为它的迷惑性最强。它不像地狱那样可怕，也不像欲界那样肮脏。它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清净，那么接近我们想象中的涅槃，但它终究还是轮回的一部分，终究还是无常的，终究
还是会堕落的。真正的解脱不是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而是在痛苦中也能保持自在。真正的涅槃不是逃避轮回，而是在轮回中觉醒。真正的修行不是变成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而是成为一个充满慈悲和智慧的人。佛陀在成道之后，没有选择永远安住于涅槃之中，他选择了回到世间，说法49年，度化了无数的众生。这就是佛陀的伟大之处。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解脱不是自了，而是度他。真正的快乐不是自己享受安乐，而是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获得安乐。今天这个视频，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了这么多关于无色界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清这个最隐蔽的修行陷阱，不要走很多修行人走过的弯路。修行这条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但只要我们有正确的知见，有坚定的信心，有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到达解脱的彼岸。好了，各位老朋友，今天就聊这么多。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能够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点个热推，或者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修行者能够知道这个最隐蔽的陷阱。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在打坐中的体验和感悟，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进步。如果大家想要支持我的频道，也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随喜布施，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最后祝愿所有的同修都能够远离一切邪见，远离一切修行陷阱，早证菩提，广度众生。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